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糊涂忍者》。这款游戏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牛仔忍者》。但是我感觉“牛仔忍者”这个名字不太准确，因为游戏的流程一共是5关，只有第1关有美国西部的元素，后面的几关就都是其他的场景。本作是1994年米切尔这个公司出品的，这个公司可能不太知名，但是之前我给大家录制过一期这家公司的作品，就是 OS 战警，也叫做加农舞者。可能很多小伙伴还记得那款游戏的难度很高，本作的难度就一般了。我相信当年玩过这款游戏的小伙伴，大部分都能打得比较远。本作有一个收集的元素是鹦鹉，除了在常规的箱子或者桶里边能够打出来之外，每关在固定的位置还有隐藏。比如本关的一开始，我就在出场的位置向左打了一个路牌，路牌里边有一个鹦鹉。那场景当中刚才有一个仙人掌，上面戴了一个帽子，那个仙人掌里边也有一个鹦鹉，但是我没拿。这里是第1关的 BOSS 战了，那一会儿再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鹦鹉这个元素。BOSS 的血条已经出现在了屏幕上方的中间，毕竟是第1关 BOSS， 练手用的。最后还相杀了一下，也是我手速有点慢了，没有把子弹打落，因为这次玩我没有开连发。第1关的 BOSS 叫做布鲁斯。第1关的场景是在西部的小镇，第2关是在战场。我继续说刚才的鹦鹉，已经收集到的鹦鹉是出现在了屏幕上方的中间， BOSS 血条的下方。在每一关收集的第1个鹦鹉是200分，后面呢会加倍。这里又有一个隐藏。咱们收集齐了10个鹦鹉，就会进入一个奖励关。奖励关是用来奖命的，但是整个游戏的流程，尤其是前4关，也很难能够集齐20个鹦鹉。所以说第1关有一个隐藏我就没拿，因为我感觉实在是意义不大。第2关除了刚才出树林的位置有一个棕色的树杈能够打出来一个鹦鹉之外，本关还有2个断桥，在每个断桥的下方也能够打出来一个隐藏的鹦鹉。我刚才使用了一个升龙，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游戏的操作。本作只有2个操作键，一个是攻击，一个是跳跃。别看操作键只有2个，你能够利用这2个键玩出很多花样来。当近身有敌方的子弹或者是有敌方单位的时候，远程攻击就变成了近身的忍者刀攻击。近身攻击的攻击力要大于远程的攻击，好好利用这一点，可以快速的秒掉 BOSS。另外人物有2段跳，那接下来就是招式了。招式在下一关再给大家介绍。前方马上要本关的 BOSS 战了。第2关的 BOSS 叫做桑德斯，
从本关开始，每个 BOSS 就要分阶段了。桑德斯的第一阶段，可以快速来到他的身后，然后蹲着使用近身攻击来打，这样耗血很快。血量剩下1格半以下，这家伙就跑了。进入2阶段，2阶段咱们仍然是匍匐前进，快速的修脚。第3关，给大家介绍一下本作的招式。招式方面有一个升龙斩，但是它的升龙指令和街霸拳皇还是有区别的。你需要从前推到下，再从下推到前。输入指令的过程要快速、平滑而且完整，不像是街霸拳皇前下斜下就可以了。而且根据你按键时间的长短，升龙之前冲刺的距离也不一样。一般来说都要冲得远一点，因为冲刺的过程是无敌的。还有一招是翻腾斩，这招我感觉更难搓，需要摇杆的上拉到前，再按攻击键。刚才这个大楼有2个隐藏的鹦鹉都拿到了，但是由于本关咱们已经集齐10个了，再拿更多的鹦鹉也就是影响分数了。还有一个招式叫玄天舞，这个还是比较好搓的，下前跳就可以了。第3关的 BOSS 战，弗雷迪，这个家伙不是很好打，这样的话就引出了本作的一个神技，按 AB 的话，人物就可以进入短暂的无敌。解除无敌的方式有2种，一种就是等时间到了，还有一种就是你出攻击。一般来说都需要手动来解除，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快速的对 BOSS 再进行打击。正是由于本作有这个隐身技的存在，所以我才没有开连发呀。如果开了连发，按 AB 的时候，由于咱们的普通攻击是连发的，瞬间就会解除隐身的状态。由于咱们集齐了10个鹦鹉，所以来到了奖励关。奖励关的目的就是凑齐下面的单词，这样就能够获得奖命。但是大家注意，敌方的单位头上有顶着骷髅的，如果打了那样的单位，主人公就会陷入硬直。还差一个 E。我感觉刚才我打到了呀，这样的话集齐了，奖命1个。第4关，第3关的场景是贫民窟。第4关来到了一个橄榄球场。这个球场有一个元素，我是实在无法忍啊！场景上有一种敌人，我刚才打了一个，就是刚刚的啦啦队员。但是你打完他之后呢，他会爆出2团白色的东西。这东西是干嘛用的呢？是变装用的。所以说这些所谓的啦啦队员都是女装大佬啊，咱们就好好的安排一些啦啦队员不好吗？
而且看他们的攻击方式，是抛出紫色的飞吻。被这种方式攻击到，我感觉我能做一宿的噩梦。从本关开始，游戏的难度就抬升了一个台阶。这个地方我利用连续的旋天舞来过，但也不是完全的安全，因为落下来的时候咱们就不无敌了呀。果然，刚才是被橄榄球打到了，还是被他的飞吻打到了呀？我宁愿是前者呀。这个场景还是走下路比较安全一点。本关一共是有2个隐藏的鹦鹉，都是在墙上有鹦鹉的图标，你上去攻击就可以了。用远程的攻击需要打2个，近身1下就可以。另外，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本作的武器种类还是比较多的。有一种是有跟踪效果的，我比较喜欢用。跟踪的武器除了打怪比较方便，还可以用来寻找隐藏的鹦鹉。寻找鹦鹉还有一个线索，就是来到有隐藏鹦鹉的场景，那么咱们已经捡到的鹦鹉标志是会发光的，前提是你没有集满10个。这个家伙的血量就很多了。他飞天这个招式让我想起了《饿狼传说》的陈先生，这2个家伙的肚皮规模差不多，而且同样能够飞天啊，300-400级能飞起来，真的很匪夷所思啊。如果这款游戏不是有时间限制，那几乎可以无限的无敌，然后再攻击，再无敌。第4关的 BOSS 叫做贝尔，这个名字名副其实了呀，它真的像熊一样。第5关也就是游戏的最后一关了。每关的 BOSS 都是有悬赏金的，这个听起来有点像《荒野大镖客》，也真的有一点像西部牛仔。本关要注意多使用无敌。除了这些武器之外，本作还有几种道具，但是比较常规了，无非就是加分的、加血的，或者是增加攻击威力的。拿电枪这种敌人，他的发射轨迹是顺时针的，规律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面对多只的时候就要小心了，交叉火力不是很好处理。本关要么你搓招手比较快，不停的搓招，搓升龙，快速的突进赶路，要么就是稳扎稳打了呀。这个地方我先无敌了，结果对面没开枪。开始 BOSS 战 ，BOSS 是麦克博士，让我想起了洛克人系列的威利博士。这个货的血量非常多，阶段数也比较多，我打他可能要打3个阶段，
而且后面它是会回血的。第一阶段就是先发射控制的光圈，然后突进。剩下一格血之后，这个家伙跑了。敌方的这几种忍者攻击方式是不一样的，紫色的就是跳起来一个突进，绿色的就是鼓起来，向几个方向扔出手里剑。我感觉灰色的难处理一点，蓝色的就是上来砍人，灰色的会远程攻击，有的时候关注不到他，反而会被他放冷箭打到。BOSS 的2阶段比1阶段要难处理一点，他又搞出来一个组件，跟自己合体，攻击的花样变多。3阶段就好办多了，虽然它会飞，但是血量不会再进行回复了。2阶段开始，这家伙会给自己安上一对机械臂，左手是发射子弹用的，右手的拳头能飞出来。其实 BOSS 还是比较好对付的，存在变数的地方就是这些杂兵。该无敌就要无敌呀！又跑了。这次再见到 BOSS 就是决战了。咱们的血量是满的，可以考虑拼命。他还剩最后一格血，差一点掉坑里啊！掉坑里好像这条命就没了。这样的话通关。游戏整体的难度还是不高。通关之后的画面给大家保留了，云通关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那好吧，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糊涂忍者》也叫做牛仔忍者，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